永乐北伐是指永乐年间对蒙古各部发动的6次大规模北伐，其中5次是明成祖亲征。每一次北伐，明朝都动用了几十万的兵力，这在历史上算是空前绝后。于是有人认为，朱棣武征漠北的意义，如果只是打击一下蒙古人，作用好像不太大。永乐北伐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未能解决蒙古问题，反而加重了明朝内部的矛盾。那么明成祖北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从洪武朝后期10年，再到永乐朝至明英宗土木堡之变爆发前，这大约超过50年的光阴里，放在整个历史上都是非常少有的安宁，北方边疆没有出现过较大危机，或遭受北方民族入侵，这是明朝休养生息难得的50个年头。有关明成祖武征漠北的几个重大认知谬误，第一个也是最离谱最扯淡的一个，明成祖朱棣北伐的军事行动人员规模，朱棣根本不可能做到50万人远征漠北。永乐时代明军的北伐，无论是动员人数还是北伐次数，都显著少于洪武时代，只是北伐距离更加遥远。尤其是第一次御驾亲征漠北，打垮本雅失里和阿鲁台构筑的新北院联盟这一仗，朱棣从头到尾投入作战的军队人数也只有2万余人，除去成功在额尔古纳河会战第2阶段成功赶上前线的部分神机营士兵之外，朱棣基本上全程只动用了2万甲骑，就打垮了本雅失里的蒙兀尔斯坦部队、阿鲁台的永谢部部队、东道诸王、兀良哈三卫、托古斯铁木儿、鬼力赤鹫部等人马，就2万。在2个主要战场沃南河之战和飞云山之战中，永乐帝朱棣的兵力均处于劣势，其中飞云山之战还是明显兵力人数劣势，只不过明军在披甲冲击型骑兵上占据了优势，这其实是很容易发掘出来的，根据当事人第一手宝贵资料即可得出的事实。但因为当年明月对这些细节的不在意，导致现在竟将事实完全颠倒了过来。在朱棣的第一次御驾亲征中，为了提高追击速度，其实是人数处于下风的明军骑兵在追上本雅失里和阿鲁台时，被对方发现朱棣人数劣势，而遭到蒙古部队的先发制人进攻。而由于明军骑兵当时的强悍素质和朱棣顶级的指挥水准，以劣势兵力和优势装备素质，仍然痛击东蒙2大主力。以朱棣北伐时所交战的场所地理位置来说，要想拥有兵力优势，国力必须超越10代数倍甚至10倍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军队以劣势人数靠质量取胜才是实际情况。在往后的第2征、第3、第5征中，明成祖朱棣的动员兵力只在5、6万人上下。为什么没有第4次？因为第4次御驾亲征漠北实际上并不存在。朱棣第4次御驾亲征并没有真的率领大军出塞深入漠北作战，而是由3000名斥候分成10队，在戈壁阿尔泰山至大兴安岭2侧广泛地搜索阿鲁台残部。尽管没有发现阿鲁台，但却找到了野先土干和麾下7部酋长，将野先土干以及其夫人、子女、麾下7部酋长及家属、兵马全数带回关内。达成这一成就的陈茂，仅仅率领300斥候就俘虏了这几万人。所以第4次北伐不仅不是找不到人，反而是性价比超高的一次北伐。陈茂300斥候招降野先土干和麾下7部酋长，本该是一件值得边塞诗人广为传颂的传奇成就。朱棣真正没有找到敌人的也只有第5次北伐，因为第3次北伐他重创了兀良哈人在松嫩平原的根据地，而第5次北伐时，阿鲁台的永谢部势力只剩下一些残部苟延残喘了。朱棣去世25年后，明朝遭遇土木堡之变，是否可以作为朱棣武征漠北没有大效果的理由？不得不说，这个逻辑真的是许多人用来论证朱棣武征漠北没有多少效果的最大依据。因为去爬了北征路、北征后路、明实录这些文献，对照考据历史地名、地理地貌情况，太辛苦了。于是用朱棣去世25年后的情况来逆推几十年前的北伐成果。这个逻辑最大的问题是对中世纪以及再往前的历史上的那些王朝和大帝国的军事强势稳定性缺乏一个客观认知。25年、35年、39年很短吗？他们很短吗？在人类历史上，对于一个大型势力来说，这个时间真的很短吗？跟朱棣北伐新北元联盟同一年，黑羊王朝攻克巴格达，兵锋推进至波斯湾。25年之后，黑羊王朝被沙哈鲁打败，称臣纳贡。然而12年之后又反攻，夺取了对方伊朗西部很多地盘。然后再过19年，他灭亡了。从伟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到后突厥建立，时隔33年。从唐太宗去世到唐土战争大肥川之败，时隔21年。
从唐太宗去世到瀛州大乱，时隔47年，考虑到明代物质文化生产中心已经向南移动到长江中下游，离开了黄河流域，而蒙古人又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游牧民族，25年，你们觉得真的很短吗？你们知道攻克泰西封的塞维鲁大帝去世之后，只过了24年，亚历山大·塞维鲁和他的母亲就因为不久之前被阿尔达希尔一世打败，声望暴跌，又在日耳曼边境遭遇哗变，而全部殒命军营吗？你们知道萨珊波斯横扫罗马亚洲之都安条克，打进凯撒利亚，将100万罗马公民贩卖为奴的伟大的沙普尔一世，在去世区13年零1个月之后，就被卡鲁斯率领罗马军团打进了首都泰西封吗？南亚次大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阿育王去世不到20年之后，孔雀帝国就陷入了分裂。难道阿育王征服杰林家的丰功伟绩也是虚构的吗？亚历山大死亡之后多久帝国就分裂了？苏联81年军演距离苏联解体有25年吗？中国在抗美援朝中震惊世界的对抗，全球第一强国和联合国军的25年前是什么样子？是谁给你们的错觉25年时间很短暂？无非是明史的网络热度高一些，给了你们用放大镜审视的机会，而且还是带有偏向性的放大镜。而朱棣从燕王时代到永乐时代，通过征战为大明帝国北疆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安宁，这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也为明王朝在贵州摄省、在辽东、陕甘宁、青海北部、湖广西部、云贵高原上推进移民屯垦，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侧翼和后方，为推进大运河工程、复活中国华东平原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相比于尽量消弭南北分歧，重新融合南中国和北中国这一伟大成就而言，五征漠北不过是一项次要的辅助工程。相较之下，对于朱棣疏浚大运河、移民华东平原荒地、贵州摄省、西路川地、迁都北京这几件真正的千秋大业来说，五征漠北并不算什么。关于永乐朝北亚战略和汉唐清三代的区别，我总是说每个朝代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具体思考。汉唐明清那完全就是沧海桑田的区别。先说说明代前期跟汉代、唐代最大的2个区别。第一，明代的物质文化生产中心是长江中下游流域，不是黄河流域。仅仅是这一点，在地理上就拉开了数百公里的差距。尽管明代的生产力当然比起汉代、唐代有了长足进步，但在朱棣时代明朝北方人口跌破战国时代的情况下，生产力的进步很难弥补这几百公里的转运差距和人口密度差距。第二，如果说唐代的内亚贸易规模是一条河流的话，明朝人面对的内亚贸易规模只能相当于一条家用小水管。在我看过的关于唐代中亚贸易路线规模估算的论文里，保守的也认为所有贸易物资年均合计可换算为400万匹唐绢的规模，乐观的话800万匹。而当时一匹上等回合战马最贵的年金也就不到40匹绢，折算下来就是所有贸易物资合计总规模相当于年均20万匹回合上等战马。如果是买中等战马就是40万匹。明代嘉峪关、哈密贸易路线什么水平？一年2-3千匹中亚马匹的水平。这什么差距？以前我也常常埋怨朱瞻基在宣德6年没有选择果断全部击灭阿鲁台残部。后来慢慢看的资料多了，想法有所转变。唐代物质文明生产基地在黄河流域，中亚贸易规模远远大于明代100倍的情况下，有效的强击弭草原也就30来年。就凭明朝北方那个鸡毛情况，西北方那点贸易量，能跟鞑靼本部强击弭20年吗？我们再来看看清代的情况。清代是最特殊的，来自海洋的贸易规模和技术碎片输入已经是主流，而永乐时代可不是。清代北方的经济基础也比明朝前期大幅增长、大幅恢复。乾隆时期陕甘宁就能有3000万人口，差不多能把永乐时代的陕甘宁报10倍。尽管清代在内亚方向的贸易规模同样没有恢复到汉唐时代的兴盛和重要性，但是和明初有一点不同，清代的草原不只是贸易规模衰落了，基战术迭代也衰落到极限。在明代，克里米亚汗国还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清代，克里米亚汗国就是渣渣灰。每个朝代的情况、经济、技术对比都各不相同。通过一次朱棣去世25年之后的军事意外来论证朱棣近40年前的北伐作战没有大的效果，这不是纯扯淡吗？北亚大草原在14、15、16世纪的流通性依然很好，上面活动的各色蒙古人族群时不时就会有很漂亮的军事表现。在朱棣去世近1个半世纪以后，
还有蒙古人能再次攻入莫斯科，你想叫一个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人彻底解决欧亚大草原的问题，现实吗？所以，如果想问意义大不大，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北到燕云、辽东、陕甘宁，南到两广、福建、江浙沪，西南到云贵，都能够建立起中华认同。哪怕是初步的骨干，你说意义大不大呢？贵州摄省、西路川地、招收木邦为小弟，对后来明英宗三征陆川，彻底占领龙川江河谷，解除云贵的最大威胁，你说意义大不大呢？重建宋金元以来遍地荒墟的华东平原，你说意义大不大呢？就算是个轻吹，也得问问自己，如果没有朱棣变着法的削弱朝鲜人，打击兀良哈人，扫荡东道诸王，你觉得建州女真能不能一直延续下去吗？